好，那如果你有时常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视频呢将会非常适合你啦。那首先我要声明啊，所谓的生病呢，我只是说我们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好像伤风、感冒、发烧、泻肚子这些，那并不是呢那些非常严重的大疾病。那第二呢，这个视频呢也不是一个医疗建议，你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的话，你还是一定要去先看医生，寻求专业的这个咨询。那我们呢，只是从风水还有玄学的角度来尝试理解。那如果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呢，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去解决它？好，那我们现在呢，第一步啊，我们先要搞懂的是，这个家是一个人不断的生病，还是好几个人轮流生病？那如果是同一个人生病的话，我可以给的建议呢，是你要去看这个人本身的那个命卦的位置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命卦的算法呢，我这里就不谈了，你们可以上网用不同的这个命盘工具呢，他们都可以告诉你你们的命卦是什么，然后你们的那个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方位是在哪里。那你懂了这个命卦过后，你去看那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们所谓风水上的一些煞气的问题啦。那你只要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呢，那对他来说啊，他的健康呢就会有所改善。那第二点呢，可能是这个人本身的八字，他在今年或者在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一些运势啊，可能会造成他的身体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呢，他会更加容易生病。那这个呢，你要先懂这个人的八字，然后你要学会怎么看他的八字在经历什么一些流程，那你才可以更加好的要想去帮助他啦。好，那这是针对一个人的。那如果你的家是大家轮流生病，或者生病这件事情呢，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家一个一个这样子病倒的话，那很有可能呢是你这个家或者你所在的这个空间呢出了一点问题了。那首先大家可以去检查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去看我们每一年的那个病符的位置在哪里。那这个位置呢是每一年都会变的啦，所以大家其实非常简单，你去 YouTube 或者网上呢，只要找流年病符位在哪里，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是在哪里了。举个例子啊，今年呢2026年啊，病符位就是在西北方，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去西北方的那个位置去看它是不是有一些问题。那所谓问题呢，就好像有动土，有做装修，那或者呢有积水，还有的就是我们风水上所谓的一些煞气的存在。那首先我们说动土啊，动土就包括去钻洞啊、钻墙啊、打钉啊这些，总之呢是跟动到那些墙壁或者土壤的一些举动，我们就是所谓的动土。那第二呢，装修呢，就是其实啊，就是在整栋整个空间或整个土壤的一个能量，对吧？所以呢，装修也是非常非常会动到那边的一个气。那第三呢，积水啊，积水可能你的有水管破裂啊，或者有一些你没有检查到的容器啊，有雨水积在那一边的话，那这些呢都会去启动这个所谓的病符星。Okay? 所以当它启动的时候啊，它影响的就是整个家或者整个空间在这里可能工作啊，或者在这里生活的人，那让他们呢轮流啊一个一个会容易生病这样子啦。那最后呢，当然还有那个所谓的风水上的这个煞气。那这里呢，我就不举例啦，因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风水上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煞气。那大家呢，在网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资料，你也可以好好一个一个去学，然后看那个位置呢是不是有这些煞气。那它也会动到所谓这个病符位，然后让这个家呢或者这个空间的人啊会轮流生病啦。那当我们懂了这个因素过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怎样去解决，对吧？那首先当然第一个
大家当然就不要去动那边的气。OK， 我们不要装修，不要动土，不要去转动，不要打钉。总之，那个空间呢越安静，越没有东西发生越好。OK， 那第二点呢，也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要定期的把它做打理，因为我们可以避免一些积水或者呢有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在那边，我们没有察觉到，然后让它产生了一个煞气。那第三呢，你可以做的是可以用一些风水的启动方式来化解掉这个病符位。那每个师傅或每个老师呢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呢 YouTube 也是有很多大家可以去跟随去做。但是呢，我先要提醒大家呢，这个做法的话，你一定要懂得整个方法的一个原理是什么。那对我来说呢，你放什么，还有时间，还有那个位置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风水上面呢，这三个你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做，然后你在哪里做，就是可以启动这个风水的力量的三大要素啦。所以呢，你要先搞懂这整个原理，然后呢，你要用对的方式去把它化解掉。OK， 那我相信网上也是有很多人教啦，我这里就不说了。对我来说的话，我用的一个方式我只是放铁片、放金属放在那个每一年的那个病符位，那它就可以很好的去化解或者去抑制这个病符的一个能量。那当然，我们每一年的病符星呢都会移动的，所以大家记得也要去更新这个资讯，然后呢去针对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做调整啦。好，我希望这样子的分享呢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啦。